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你知道吗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已经在家里工作好几个月了。我很幸运，我只需要一台电脑、网络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如果要的话，我可以在这边上班，还是在这边，还是在这边。没有人会知道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现在早上7点。早起的鸟有虫吃，我就是鸟。你知道，除了 YouTuber 的工作以外，我也是软体工程师。我已经在台湾工作9年。今天想分享关于台湾跟法国工作上的差别。从我在台湾的第1年一直到现在，我真的过了好几个阶段，也发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差别。好，那我们先去摄影棚继续这个影片。今天的影片因为要讲到工作的部分，所以我决定要穿比较正式一点的工作的衣服。我今天会讲到台湾跟法国最主要的差别，然后也会分享我自己在台湾工作的经验，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差别。那我先从一些工作上的习惯的差别开始。在法国到公司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跟同事打招呼，跟男生握手，然后跟女生亲脸颊。在法国这样做很正常，除了最近1年半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好像法国人再也不会这样做。但是通常真的是你到公司会跟所有人握手、亲脸颊。如果公司很大，当然不是跟所有的人，但是应该是跟你的 team 还是你的部门的人。我在台湾的经验。我感觉到大家比较不会特别打招呼，同事到了公司可能会马上去他的位置坐，然后开始上班。如果他跟同事很好，可能会聊天一下，但是通常不会跟整个 team 的人打招呼说早安早安，通常不会。然后法国我感觉到大家也会做那些客套话，就是说一些你好，你怎么样，最近还好吗？法国跟美国好像大家比较会有客套话，但是台湾也比较不会，尤其是到公司的时候，台湾有一些行为，法国完全没有，比如说中午睡午觉，法国大家完全不会这样做，尤其是不会在桌子上睡觉。我现在偶尔如果非常累的话，也会这样做。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同事，他好像在他的桌子下面会有一个睡袋，然后他会在桌子下面睡个觉。你如果在法国这样做，他们会觉得你有事了。OK， 接下来我想分享关于工作上的几个行为，台湾跟法国很不一样的。台湾我感觉到。大家不一定要敢讲出来自己的想法，可能还有一点那个概念，老板对的，你要听老板讲的话。当然，这个不是所有的地方，尤其是我的公司很少有这件事情。但是我通常会觉得法国大家比较会敢讲出来自己的想法。下一个就是加班，法国完全不会加班，我们都非常的尊重下班的时间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法国大部分的员工一天要工作7个小时，一个礼拜35个小时。台湾好像一个礼拜40个小时，就是每一天多1个小时。不过这个你如果当软体工程师，你在法国工作也不是35，不是要看几个小时，而是要看你的专案的进度。有时候要加班，为了弄完那个专案。但是基本上，法国晚上6点到7点，就是大部分的人会下班的时间，然后回家不会看电脑，不会看手机，就是下班就是下班，然后明天要去上班继续工作。台湾好像大家比较会加班，然后有时候我感觉到加班不一定是因为很忙，而是一个习惯，就是大家会觉得我加班，所以我看起来比较认真。这个法国也没有。然后你可能也听过法国人常常会罢工，如果对一些薪水还是工作的状况觉得不满足，法国人会直接去罢工，就是决定不要上班，我要去路上然后抗议。那最后我想分享关于我自己的经验，从我到台湾开始上班一直到现在，我过了
哪一些阶段有什么看法，有什么感觉。好，我自己在法国、加拿大还有瑞典工作过，后来就是在台湾开始上班。因为我的公司是美国的公司，所以我感觉到跟之前的公司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工作的文化还是我们开会的方式，其实蛮像的。我感觉到我最大的文化差别真的是语言，沟通的。我到台湾的时候，我先学中文3个月，然后我开始上班。所以我开始上班的时候，我的中文还是非常的基本，没有很好。所以工作上都要用英文。然后刚好我的同事，因为他们都是软体工程师，他们的英文的能力还是蛮好的，他们可以讲英文。那个时候会有一些蛮好笑的状况，比如说，如果他们已经在考试，他们已经在开会，然后可能我迟到一点点，我后来进来，我开门的时候，我听他们在讲中文，然后我一开门，他们看到我，然后他们开始换成英文。这个状况大家都觉得很好笑，但是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点的不舒服，因为我感觉到我在打扰他们。还有一个状况我会觉得很不舒服，就是吃饭的时候，可能大家都在沙发区吃便当，就他们可能刚刚很快乐的在讲中文，说一些很有趣的事情，然后我一参加，他们要换成英文。但是这样也是蛮尴尬的，因为他们用英文聊天跟用中文聊天差很多。用中文比较活泼、比较快速的讲话，然后用英文好像比较真的是勉强自己用英文说话。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感觉，就是我在打扰大家。所以后来我慢慢的习惯，我不要跟大家一起吃饭，而是我可能要去健身房，还是要自己在外面吃饭。这个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同事一起吃饭还是一起聊天，就是我不喜欢我会让人强迫自己换语言讲话。后来我的中文的能力有进步，然后我开始强迫自己一定要用中文，然后这些我刚刚讲的状况越来越好，越来越不会觉得尴尬还是不好意思。我在公司已经好几年都用中文说话，再也不会讲英文。然后其实这段时间我要从英文换成中文，也是有一些很有趣的经验，因为我是努力要用中文，但是我的同事不一定习惯要跟我讲中文，所以有时候会发生的是我一直讲中文，然后我的同事一直会英文。但是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习惯跟我讲中文，然后我在公司已经好几年。我不会感觉到有任何的文化差别，我已经非常的习惯在台湾的公司上班，所以对我来说啊，在工作上的最大的文化差别其实是语言，其他的我很快就习惯，但是语言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。好，那最后大家可能想问我是比较喜欢在法国工作还是在台湾工作？那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在台湾工作。为什么呢？有2个主要的原因。第一，我就是喜欢体验到文化差别，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更有趣的。然后第2个，就是我自己的经验，就是我在法国工作的时候，总是有几个很白目、很负面，会让工作上的气氛很差的同事，但是我在台湾没有。对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。你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，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按那个小铃铛。你如果想听我分享关于别的部分的文化差别，你可以留言跟我说。我跟你说，下次见，拜拜。